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2日。前日我就講到咧，楊受成旗下英皇國際就係負債188億無力償還喎。因為咧佢大部分資產已經抵押咗嘅，所以咧佢賣資產去還債咧呢個情況已經解決唔到，咁啊無力償還係事實。當然楊受成家族咧仲有好多錢。佢可以用自己嘅錢去救翻公司嘅，咁但係咁樣去救公司呢個代價當然大啦。即刻有人話啦，喂，有錢佬有賺有蝕，咁啊如何啫？每年都有人發達，每年都有人破產嘅，咁呢個當然係事實啦。但係我認為香港而家進入咗一個叫路徑崩潰嘅階段。路徑依賴呢，就喺1960年開始，香港呢就係走上咗以房地產高地價政策為核心嘅一個經濟發展模式。咁佢當然有好多負面嘅因素啦，就譬如話搞到啲人嘅生活壓力好大啦，為咗供樓，咁我哋以前都經歷過啦，咁然後呢，又會導致到呢，有啲創意嘅行業呢難以生存啦，因為地租好貴啊嘛，鋪租又貴呢個寫字樓成本又高，新興行業發展唔到出嚟，呢個係事實亦都導致到呢，即係呢個嘅地產行業咁貴啦，物價亦都好高喎，全部都係事實嚟嘅。但係呢，過去嗰60-70年香港嘅繁榮其實就係依靠1960年代開始嘅高地價政策噶啦，就係因為地價不斷升，然後先能夠咧令到啲人有財富嘅增長，財富增長就會買股票啦，亦都會買保險咯，買其他嘅金融衍生工具。咁所以咧，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咧係咁樣建基而嚟噶嘛。如果冇咗呢啲高增值嘅地產，咁啲人又唔會有咁多流動資金咯。咁同樣道理喎。係因為鋪租好貴咧，啲人做生意好困難啦。我都受過呢個嘅痛苦嘅，不斷加租個業主。咁但係就係因為咁呢，先能夠令到香港嘅人工係高於鄰近地區。咁因為你地價貴啦，咁你一定要收好高嘅呢個嘅貨品，要賣到好貴，你先維持到噶。咁同樣咧，嗰啲貨品賣到咁貴嘅時候，啲人工亦都會因此而貴，因為整個物價通脹亦都貴，物價指數亦都貴。咁香港人因為人工高啦，先可以去日本旅行去東南亞或者去歐洲北上消費咁高興。否則嘅話咧，就唔配有今天嘅生活質素嘅。咁第一個問題，我同大家講下，而家香港咧個房地產崩潰咧，其實就係路徑崩潰嚟嘅，就係依賴咗60-70年嘅經濟發展模式咧，佢去到而家呢一刻已經係走到盡頭點解會走到盡頭咧？我以往已經解釋咗啦。咁但係咧，你譬如話英皇國際而家已經係負債188億，麗新係92億，遠東係147億，路徑係222億。呢啲中小型嘅地產商個個都欠債咧100-200億嘅，大型地產商咧新世界欠債千幾億，佢就要啱啱咧發行新債800幾億去還債。咁佢嘅目的就係等2-3年後啦，睇下香港嘅市會唔會好啲。如果好啲，咪可以賣資產去還債咯。如果唔得嘅，樓市呢2-3年如果再係繼續打橫發展啦，你唔好話繼續跌啦，打橫發展佢哋都會最後陷於破產噶啦。呢啲地產商咁佢哋破產咪好事咯。湯文亮家族佢哋賣晒啲鋪又如何啫？關我啲小市民咩事啊？我認為關小市民嘅事梗係大啦，梗係嚴重啦。點解呢？因為咧你要明白一個道理，而家香港咧係低稅率啦，香港係全球嘅避稅天堂，最低稅率嘅發達地區。咁呢套低稅率嘅制度咧唔係偶然嘅，係有原因嘅，就係因為高地價政策你先可以低稅率。我話計一計18年至到20年左右啦，咁香港嘅賣地收入再加埋印花稅、差餉以及咧呢個嘅寫字樓咧嘅租金收入同政府有關係嘅，加埋咧係佔咗整體政府嘅收入咧係2189億，係佔咗36%，整個政府收入嘅36%。咁好，當即係呢個18年18至19、19至20條數就咁大嘅，就係2000幾億以上。咁當年係香港最亂嘅時候咯，止暴制亂啊嘛，由治及興啊嘛，由治及興之後咧，20年至21年咧就即刻跌到26%，1467億。咁當年有呢個 Covid， 咁唔好怪晒完全係因為國安法嘅21年至22年咧有爆炸式反彈嘅，係去到42%政府收入咧係嚟自同房地產有關嘅，係2912億。咁但係咧23年開始又插水啦，又跌翻28%，1742億，去到23至24年咧得翻20%，啱啱好1000億嘅啫。
1090億。咁預計咧喺24年咧係會得翻3位數字，幾百億嘅啫。咁即係呢個就代表乜嘢啊？而家政府嘅財赤完全係因為房地產嘅收益減少。咁同樣道理，如果你要維持政府嘅收支平衡，你就賣地同埋印花稅嘅收入又減少。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就必然要一係加稅，一係就大幅喺政府度削減開支。所以咧，點會對小市民影響細啊？一係就要減稅，唔係一係就要加稅，一係就要減開支。好，我當唔減開支啦，要加稅。如果由高位長年呢個嘅地產收益係減咗7成嘅，即係由2000幾億變翻幾百億嘅，咁要填補翻呢一個嘅缺口啦，1000幾億嘅缺口啦，香港個公司稅、利得稅就要由16.5% 咧升到29% 先可以彌補到呢個缺口喎。喂，但係你加利得稅啲做生意嗰啲人梗係已經執笠潮噶啦，梗係會繼續執落去噶。香港係避稅天堂嚟嘅，如果你加稅加利得稅由16.5% 加到20幾個 percent， 啲人唔搬晒新加坡，唔搬晒去杜拜，所以咧加利得稅係不可行嘅。好，如果加唔到利得稅不可行咧，就加啲走唔甩嗰啲人。加咩走唔甩嗰啲人就加薪俸稅、個人入息稅個人入息稅咧由15% 咧要補塞呢條缺口就要加到26.5% 啦，即係要加高過英國英國嘅呢個嘅基本入息稅係2成嘅啫佢高稅額嘅係4成5，咁但係咧基本入息稅係2成嘅啫。如果以咁樣睇咧，就要由15% 咧加到平均啦，要26.5%，去到英國個稅率咧都冇咁高嘅情況底下，先可以維持到呢一個政府嘅開支。所以我就同大家計咗條數出嚟俾大家睇啦。呢個初步計咗條數，而家政府財赤已經係每年以千幾億、2000億計噶啦2000幾，實際今年嘅財赤係2000幾億，因為佢就係玩一啲財技即係連發債咧都計算埋落去，咁所以得千零億嘅財赤。咁但係咧，你咁樣維持多3幾年嘅啫嘛，你就要面對現實嘅。所以3幾年後，香港一係就要地產復甦，恢復地產霸權。你唔恢復地產霸權咧，你就要一係大幅增加利得稅，但係啲鋪頭就會執笠。所以咧，你唔能夠大幅增加利得稅咧，你只能夠大幅增加入息稅，再唔係咧就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減人工，將啲教師社工NGO 或者係醫護人員嗰啲人工咧就大幅削減。佢當然就係去到最後一步，佢先會削減自己即係公務員嘅人工啦。佢梗係削減到可削減嗰啲先啦。咁你但係所以咧呢個就問題啦。我就話有啲人咧幾年前咧就選擇移民，佢好後悔。咁而家咧考慮係咪回流？我就話咧，如果你移民好後悔咧，你就人生做錯第一個決定。如果你回流咧，你可能咧人生係做錯第二個決定。如果你回流係因為為咗屋企人為咗香港嘅美食，為咗其他嘅生活嘅習慣，咁冇乜問題嘅。但係如果有啲人諗住回流係為咗揾經濟嘅發展啦，咁你到時翻到香港又面對住高失業率、高稅率，除非呢幾年咧樓市係會復甦嘅啫。但係樓市復甦嘅可能性有幾大呢？呢樣嘢呢，就係我唔係做預測未來咁你自己衡量下啦。咁我就解釋啦，香港路徑依賴就係因為地產霸權喺60年代興起。咁60年代以前係點樣呢？60年代以前呢，香港呢就係鴉片，佢嘅鴉片呢就係維持咗整個港英時代嗰個政府經濟收益。所以咧，香港咧有百幾年係低稅率嘅，就係因為1842年開埠以後咧，就主要係做鴉片嘅轉口貿易，咁有鴉片稅嘅，亦都有賭稅。香港係開賭嘅，有賭稅，賭好多嘢㗎，賭嗰啲字花又有賭大細又有賭檔賭馬標咁白鴿標好多古靈精怪嘅嘢都有賭，嗰啲全部咧都有專賣同埋有稅收嘅。咁所以香港政府主要係透過黃賭毒咧呢個嘅娼妓都有稅收嘅去維持，所以香港係冇呢個嘅入息稅，直至到咧後來香港開入息稅咧，就係鴉片收益咧就係減少慢慢咧就將鴉片嘅貿易咧係非法化，開始就變成咗喺1910年代咧，
最高嗰一年啊，有46% 嘅政府收入咧係嚟自鴉片嘅咁其他稅收咧只係佔咗政府收入嘅10% 嘅啫即係幾犀利啊！46%嚟自鴉片，其他收益咧稅收咧係10%，咁仲有專賣制度啊，咁仲剩翻專賣以及頭先講嘅賭博事業，香港就係維持咗佢個政府收益。但係去到1920年代之後咧，港英政府咧就銳意要禁煙啦，然後喺海關咧都開始將鴉片嘅產品咧成為非法嘅產品，就唔再係做鴉片運銷，因為1880年代開始咧，當時候就係中國本土種植鴉片流行起上嚟，所以印度運過嚟嘅鴉片咧已經唔好賣嘅，其實，所以港英政府因為咁嘅原因咧，慢慢開始提倡到禁毒。咁喺嗰個時候咧，鴉片嘅收益咧由46%最高峰跌到去30%，最後跌到去20年代嘅2成。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政府唔掂啦。30年代又打仗啦，打仗啊失去咗管治權，日本人嚟咗啊嘛。咁所以咧喺1940年代咧，重光之後咧就建立翻呢個嘅利得稅同埋入息稅、個人入息稅。當時嘅利得稅同個人入息稅係10%嘅，就係因為第一個路徑依賴咧係由1842年開始，去到1930年代，香港係透過賣地先能夠香港係透過賣鴉片嘅貿易先能夠咧維持到政府嘅收益。呢個第一個階段，佢嘅路徑崩潰咧就係隨住中國嘅自己本土種植煙同埋英國禁煙嘅思潮，就令到呢個路徑崩潰。所以喺30年代以後咧，亦都因為打仗，香港嘅經濟陷入咗停滯不前啦，發行軍票啊，咁呢啲就係另外一個故事啦。咁所以後來喺50、60年代，香港咧就係難民社會。去到60年代，香港咧政府諗到一個方法啦，就係搞高地價政策。你有咁多難民嚟咗，嗰啲難民咧亦都好勤力喎。喺50、60年代咧做好多工人，好多工人咧賺到錢，做代工工廠、穿膠花、做電子零件做呢個嘅成衣、做玩具，發咗財。所以喺60年代開始就諗要透過賣地賣私樓去獲取呢個政府嘅收益。同時間佢亦都起公屋㗎，所以呢個英國政府咧就係諗咗兩邊嘅，唔能夠淨係諗晒有錢人、中產階級，唔諗窮人嘅。租者置其屋就喺60年代開始咧，即係廣泛推行啦。咁所以喺嗰個時候，香港揾到一個路徑啦，就係透過賣地維持低稅率。英國人一直希望喺香港維持低稅率嘅個原因係咩啊？佢從來就係嗰啲英國人嚟諗住係揾快錢噶嘛。如果你要高稅率嘅，你要高福利就要高稅率啦。咁佢哋從來都冇諗過喺香港世代居留噶嘛。嗰啲英商或者係嗰啲印度商人嚟到香港都係諗住揾快錢嘅啫嘛。咁所以維持低稅率係對英國人最有利，就係用咗高地價政策去維持。早期就用賣鴉片去維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呢，佢造就咗香港第二次嘅繁榮。第一次嘅繁榮係鴉片時期嘅繁榮，第二次繁榮呢就係高地價政策嘅繁榮。咁而家呢個高地價政策要崩壞啦。要崩壞，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崩壞嘅原因呢，主要係因為信心不足咯，對未來沒信心，怎張開眼睛呢？係咪？移民走嘅人一大批啦，新嚟嗰啲人咧又唔諗住買樓喎，都係諗住租樓，借香港呢個嘅踏腳石，睇下會唔會將來去到海外發展喎，嗰啲新專才。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佢話年輕人有剛需啫，但係都不斷樓價下跌喎。所以喺咁嘅情況咧，呢一個路徑崩潰就要付出代價啦。咁香港會唔會有第三次嘅路徑轉移呢？係咪應該發展 AI 啊？即係而家21世紀個個都講高科技 AI， 但係香港過咗幾十年錯過咗呢樣嘢喎。政府冇推動喎，旅遊業又係喎，而家變成窮遊啊！好多香港人應該要有嘅旅遊景點冇保育。喂，我而家英國成日去下啲莎士比亞故居啊，去下福爾摩斯嘅故居啊。呢個福爾摩斯故居要開引號閂引號嘅，佢係假嘅故居嚟嘅，係小說人物嚟噶嘛，但係都好好睇嘅。我都去過三次，應該去咗3次因為我太太係福爾摩斯迷嚟嘅，我哋去咗3次。去狄更斯嘅故居啊，去呢個嘅達爾文嘅故居，好多旅遊景點可以開發。佢香港冇喎。李小龍故居係拆咗啊！嗰陣時同政府傾，政府都冇心去保育佢，拆咗。咁其實而家應該係時候呢，係咪搞翻個成龍故居啊？4大才子故居都冇保留啦，倪匡
金融、黃霑、蔡瀾，喂，四大才子係咪可以整成一個館啊？其實係，咁佢冇保留到喎。呢個嘅喺 TVB 啊，邵氏嘅古裝街啊，係咪可以保留啊？開放做旅遊景點啊？佢又冇特登去保育。香港過去冇呢個意識，政府冇呢個意識去保護呢個嘅香港嘅經濟發展、旅遊業。DJI 喺香港發達，但係結果咧只能夠翻深圳到羅湖。喂，香港政府冇提供土地，冇提供稅務優惠，冇提供呢個嘅資源俾呢啲高科技公司留低，喺香港引育出嚟，最後都要走啊！咁所以香港只能夠咧係依賴一啲短期嘅炒賣，同埋過去咧就係高地價政策。咁而家香港最後一個繁榮就係金融業啫。金融業而家係好繁華喎，好多 IPO 上市喎，就係因為本來嗰啲 IPO 諗住去美國上市啊嘛，而家就去唔到美國啦，咁佢哋只能夠嚟香港咁喺美國嗰啲諗住退市嗰啲抖音被逼賣啊嘛，而家字節跳動就一直諗住嚟香港上市啦。螞蟻集團亦都可能會捲土重來，呢個金融業係香港最後嘅繁榮，但係轉唔轉到型呢？因為呢啲金融業呢，短期係可以谷到嘅，但係長期隨住你嘅國家安全嘅概念越嚟越鞏固，西方對你嘅忌憚越嚟越深，佢哋就會越嚟越疏遠㗎咯。你短期可以揾到一下繁榮嘅，最後的繁榮，長期嚟講呢，就係飲鴆止渴嘅啫。咁所以我根據歷史嘅數據同大家解釋咗啦。喂，對你冇影響咩？對你梗係有影響啦。一係就政府削減開支對你有影響，一係就加稅對你有影響。無論如何呢，你都要期望地產復甦。如果地產唔復甦呢，呢兩樣嘢就必然會來到。OK， 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希望大家 like、subscribe、share 啦。呢啲數據呢，我就自己做咗好耐筆記啊。咁希望大家可以喜歡啦。因為有時我有數據嘅時候呢，啲人又話我沉悶；冇數據嘅時候又話我冇數據，你永遠滿足唔到任何人㗎。有時我特登係消化咗數據，自己噏出嚟俾大家聽㗎嘛。但係嗰條片即係有啲人話冇數據喎，數據通常我放喺文字版嘅，咁所以如果你再會員咧 Patreon 或者 YouTube Members 咧，就可以睇到有關嘅資料啦。多謝大家支持，知識有價，再會員，多謝，拜拜。